间20平的房子买800万，30平的房子买1000万，那你觉得40平会买多少呢？大部分的人会说1200万，因为看起来每10平就多200万，这是一种很直觉的想法。我们可以说房价随着平数线性成长，但实际上房子的价格不只跟平数有关，还有其他很多因素，像是地点、屋龄、楼层、交通，甚至是不是学区房，这些都会影响价格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想要更准确预测一间房子的价格，只靠直觉是很难的。这时候就可以用一种非常基础但好用的机器学习方法——线性回归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个演算法和背后的数学逻辑。这是一条直线方程式 y 等于 ax 加 b，a 是斜率 ，b 是截距。那在机器学习里面，我们会把 a 叫做权重，用 w 表示 ；b 叫做偏置，也就是模型的起始值。现在假设我们手上有很多笔房价资料，我们把资料画在图上 ，x 轴是平数 ，y 轴是房价。你会看到资料点大概呈现一个往右上角的分布。而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出一条最适合的直线，可以穿过这些资料点，越接近越好。这条线就是我们的预测模型。未来如果有一间新的房子，我们只要知道它的平数，就可以用这条线来估算它的价格。从资料中找出一个线性规律，然后用这个规律去预测数值。这就是线性回归最核心的概念。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一条直线是否够准呢？要爬出一条最适合的线，就要找出误差最小的那一条。假设现在两笔资料分别是当 x 等于2 y 等于20和 x 等于4 y 等于40，然后我们先假设一条预测线，它的方程式是 f of x 等于 0.5x 加上 0.2， 接着把每笔资料带进去这条线里，算出它的预测值，然后跟实际值比对一下误差是多少。像是 x 等于2 y 等于20这笔资料带进去预测直线方程式里会得到 1.2， 实际是2，预测是 1.2， 所以它们的误差就是负 0.8。 再来看 x 等于4 y 等于40带进去预测直线方程式里会得到 2.2， 实际是4，预测是 2.2， 误差是负 1.8。 因为我们要算所有的误差，所以要把所有的误差加总起来之后除以资料笔数。但是由于我们只想要误差的误差量，不需要正负号，所以可以在式子上加上平方，这样不管是正还是负的都会变成正数。到这里计算的误差已经完成了，这个式子其实就是均方误差，也就是损失函数。另外你可能会看到有些版本的公式分母的地方会多乘一个常数2，这个是为了后面要做偏微分计算时方便运算用的，它不会影响整体的结果。好了，在我们计算出误差之后，就可以开始调整权重参数来寻找最佳模型。前面说过，因为均方误差损失函数有一个平方，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损失函数画成图形，会发现它长得像一个网弓，而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模型跑到最底部，也就是损失最小的地方。最后我们要找到一组最好的权重参数 w 和偏置 b， 可以让整体预测误差最小。要找到最佳解的方法有很多，但最常见也最实用的方法叫做梯度下降法。梯度下降的概念就像是，想象你在山上走路，四周都是雾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你唯一知道的方向就是哪边比较低，每走一步你就往误差减少的方向前进，一步一步慢慢走下去，走到最后你就会抵达那个最低点，也就是我们想要找的最佳模型位置。过程的每一步都在试图让损失变小，最后找到预测最准的参数组合。刚刚讲到梯度下降要一步一步往误差变小的方向前进，那这个方向要怎么知道呢？这就要用到梯度了。所谓的梯度其实就是把损失函数对每个参数做偏微分，换句话说就是斜率。找到参数的斜率，就可以知道参数现在应该要增大或减小。那具体来说要怎么做嘞？首先已经知道损失函数为均方误差，也知道预测值是由方程式 f of x 等于 wx 加上 b 算出来的，所以可以将损失函数式子写成这样。我们要计算两个参数的偏微分，左边是对权重 w 偏微分的计算过程，右边是对偏置 b 偏微分的计算过程。我们只要知道结果跟怎么使用就好，所以把微分的计算过程解释省略掉。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推导看看哦。接着我们把原本的权重参数去减掉刚刚计算出来的梯度，这样就等于往下走了一步，最后得到新的权重参数。根据这个原理，我们就可以定义参数更新的公式，其中阿法是学习率，也就是每次更新的幅度。我们了解要怎么使用梯度下降更新 w 和 b 的参数了。
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一直重复这个动作，直到找到最佳模型为止。这个流程我们叫做迭代。现在我们用刚刚那两笔资料，当 x 等于2 y 等于2时和 x 等于4 y 等于4时，然后我们使用一开始假设的预测线 f of x 等于 0.5x 加上 0.2， 来实际套用一次梯度下降的更新公式。首先，原本的权重 w 是 0.5， 原本的偏置 b 是 0.2， 这里的学习率我们先定义为 0.05， 总共有2个样本数，所以 n 是2。接着，当 x 等于2时，预测值是 1.2， 当 x 等于4时，预测值是 2.2。再来，我们要将预测值去减掉实际值，每一个资料都要这样做处理。这里要注意，权重 w 还要再多乘上一个 x， 而偏置 b 不需要乘上 x。这样子计算一次，就可以得到一组更新后的权重参数。新的 w 等于 0.72， 新的 b 等于 0.265。现在我们就得到一条新的预测线。接着把这条新的直线重新带入我们两笔资料中，算一次新的均方误差，你会发现新的误差比原本的还要小，这就代表梯度下降的确有让模型越来越准确，而我们的预测方程式也变得更接近真实答案。接着就一直重复此步骤，直到找到最适合的直线为止，就是我们线性回归最后要寻找的预测线。刚刚我们用的是最简单的例子，现在我们来想一个更真实的情况，我们想要预测房价。除了坪数之外，还有很多栏位会影响价格，像是地点、屋龄、楼层、交通。这时候我们的 x 就不再是单一数值，而是会变成一整组特征向量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使用多变数线性回归来处理，它的公式就会变成这样：每一个栏位的 x 都对应一个权重 w， 再加上一个偏置 b，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很多不同的条件组合成一个模型，预测出最后的房价。逻辑一样，只是多了更多参数而已。你可以想象一条线变成超平面，但整体的训练逻辑是一样的。最后，我使用《机器学习：从理论到实作攻略》这本书里面的程式码范例，实作了一个房价预测的线性回归模型，并且把它拟合成了一个平面图形。你可以看到模型是怎么从资料中找到趋势，画出最适合的线来做预测，来预测一间房子的合理价格。这就是线性回归的威力。今天的教学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想要听我们讲解其他的 AI 演算法或是科技时事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。这次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你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